我们应该担心比特币的下跌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从基本面上、从宏观上、从总体经济上的一些表现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可以看到 GBTC 的溢价。其实我们比特币现货 ETF 它最终会不会通过呢？我相信有很大的一部分的、很大的成分呢，最终还是会体现在 GBTC 的折溢价上面的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自从我们在2022年的年底达到了-50%的折价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只剩下-8%，也就是我们的折价呢已经慢慢收窄了。以前我们的折价是很厉害的，也就是在 GBTC 价值3万的比特币呢，它只能卖15000的价值，但是现在呢，几乎已经收窄了，收窄到几乎没有折价了，已经收窄到接近于0了。那如果我们最终比特币现货 ETF 能通过的话呢，GBTC 的折价它就会非常完美的收复到0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说有一天 GBTC 它可以转换成比特币现货 ETF 了，那么有折价的这些 GBTC 呢，它可以透过赎回的方式赎回，然后到市场上抛售，那么折价就会慢慢回复到0。所以当我们的折价慢慢修复的时候啊，就可以代表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几率变大了。而且 GBTC 呢，它的持有者啊都不是我们散户，就像我们的观众还有我呢，都不会去持有 GBTC。GBTC 它是卖给机构的，它是卖给这种法人的、大资金的。因为大资金呢，如果把 GBTC 放在别人那边托管了，比如说放在灰度啊、在 Coinbase 的地方托管的话呢，他们会是比较放心的，就跟他们会把很多资金放在银行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。那我认为 GBTC 在收窄啊，可以表现这个市场呢对于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的乐观的程度，而且呢，这个市场情绪啊，它是由大资金、是由机构所表现出来的。那我认为这在比特币的基本面上面呢，从总体的角度来看呢，绝对是好的。那当然啊，我们从 TradingView 上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 GBTC 的交易对，那这是它的周线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我们之前是在7.5块左右啊。那其实大家只要把这个数字呢去乘以1000左右，大概就是换算成比特币的价格啦。那我们当时在最低点的时候，比特币大概在15000嘛。那如果我们乘以1000，7.5乘1000是7500，7500大概就是15000的一半左右啊，差不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比特币是来到了36000，那我们 GBTC 我们把它乘以1000，大概是30500，所以大概差个还是有点折价，但是我们折价呢已经收窄了非常非常多了。这个我们从图表上面呢，从价格上面呢都有很真实的体现。那再来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SPY， 也就是美股。那美股我们现在无疑我们从周线来看呢，我们正准备突破前高，我相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是第一波多头走势之后呢，然后回调之后，我们正准备突破前高，这个是非常看涨的信号。那我们从小级别上呢，比如说日线啊，比如说4小时啊，我认为我们都在走毫无疑问的多头，毋庸置疑。那我们最后可以看一下 DXY 它是美元指数，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用技术分析来去解读它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用看待数据的角度去看待它的。DXY 走弱的时候呢，那么风险资产比如说美股，比如说比特币呢，就会走强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呢 ，DXY 它正在走弱，所以美股跟比特币呢，理应是要走强的，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当前的盘面吧。其实我们从比特币的周线来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几根周线。当然，我们这一周还没有收线哦，所以我们是自从27000到现在37000啊，现在价格是37000左右，这10000刀的行情呢，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根周线的阴线。那这当然可以体现比特币的强势啊。那你可能会说，我们这里不是有红色的 K 线吗？但这根还没有收线哦，它还没有走成最后它会出现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从日线上来看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啊，其实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，如果我们看小级别1小时15分钟，那确实在跌，而且跌的蛮狠的。说实话，真的是蛮狠的，因为我们从38500到现在呢，到刚刚的最低点，其实也跌了$2000哦，也不是一段小的距离。但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日线上呢，这两根下跌的 K 线啊，它的量能呢是非常不明显的，是并没有延展下去的，并没有延续下去的，并没有产生这种放大的量能。那其实我们从日线来看呢，我认为问题还不会到非常大，好，那我们从4小时来看，4小时其实我认为就有机会可以看出一些风险了。但我认为目前呢，这个风险
是潜在的，它还没有加剧，也还没有发酵，但潜在我们还是必须得提一下。那当然，我们从大周期来看，从周线、从日线，还有包括我们刚刚分析了总体对基本面啊，比如说总体的这种部分来看，或者说宏观的这种角度来看，比特币呢，它都是利多的，绝对是往多头的方向看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目前呢，比特币在下方的这个趋势线呢，我们已经又来靠近了，又来靠近了。我们已经来这条趋势线非常多次了。你可以看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、7次，这是我们第8次来接触这个趋势线。那我们过去的7次都没有跌破。如果这里被跌破的话，那我认为我们这个调整呢，真的就会花比较久的时间了。或者是说，我们也可以用我们之前所说过的波浪理论的角度呢，这种观点，我们也可以来解读盘面。如果说我们现在呢要开启上涨的话呢，不外乎就是2种形式。第一种呢，就是最乐观的，就是我们在这里呢直接走一个三角调整浪之后，然后我们直接上攻结束直接上攻开启第5浪，那这当然是最好的。那我们要走成这种走法，它是绝对不能来跌破我们的前低点，也就是在$35,600的位置。那其实$35,600呢，也就是之前赵长鹏他下台的时候，币安受罚，然后CZ 认罪，这我相信已经是非常大的利空了。那如果说我们的价格呢，它又能跌破这个低点，那我认为真的就会产生很大的风险了。第一个是我们走三角调整浪，并且最后上攻的这个可能性呢，它就已经消失了就不复存在了。那再来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跌破这个由利空消息所创出来的低点呢？通常在多头走势当中，只要有利空，它都会成为一个很棒的买点，很不错的低点的。那这个低点的产生呢，它就不应该再被回来，除非盘面真的已经产生变化了。那么我认为我们接下来如果跌破这个点的话，真的就要非常的当心了各位多头们，如果说我们跌破这个点的话，真的就要很在意了。那我们当时呢也还有提到另外一种走法，就是我们走335的这种平台型调整走335，我们从这里呢走3浪，对不对？1、2、3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呢，它也是再走一个3浪，你可以看到1、2、3，然后呢，我们最终呢，这边会下跌，然后走一个5浪的这种调整，等于说我们最终走的还是平台型调整浪嘛。那如果走这种走法的话呢，它就必然会跌破趋势线。那这当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，因为这样的话，回调的时间就会变长，然后多单就会非常危险。那现货呢也会把更多人洗掉，这个当然是我们比较不希望看到的一种盘面。那我们可以来仔细观察一下，以目前来看呢，我认为有出现风险，但是还没有发酵，我们还没有办法确认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看一下趋势线有没有被跌破，还有前低点有没有被跌破，这2个是我目前呢最在意、最关心的。那如果你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，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就会送你$30的现金，而且你都可以直接提币走，不用交易。KYC 入金领现金，直接提币走没问题，或者是你可以质押$500一个礼拜，就可以获得$60的现金奖励，一样可以直接提币走的，不用交易，直接质押结束提币走没问题的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欢迎大家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